好了，各位親友大家好，我們開始今天的分享啊。我們先分享一個同學的體会哈，張全芳同学的哈。我們上一次分享的是他在坐高鐵的時候，然後一个站台的变化，景色也在不同的变化，就赏风景的心是没有变化的，很好的一个感悟哈。这个呢是应该是出差回来以后，在高鐵上又給我發了個信息哈，他說覺知828克很短哈，他說3個原子時刻。我們前面已經講過的3個原子時刻是功夫，不在您定多久，而是在定在什麼呢？生活中的每一個時刻。3個原子時刻是集中的一點，就是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的狀態。之後呢，又給我發了一個信息，就講說看什麼不當真，人物氣化態，始終保持溫暖助人之心。雖然分享很短哈，但我能感受到是他真實的內在的這樣一種感受。這3個原子時刻我們再強調一下啊，因為這個真的是太重要了。第一個原子時刻，這個習氣的問題，就外面發生了什麼事情，這一刻你是怎麼樣去反應的？你是那個習氣啪反應出去了，還是摁住習氣的肩膀，給良知讓出一條路來，讓良知去對外去反應去。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點，因為這個是生活中幾乎每一個絕大多數人啊，什麼是一反應？不是那個良知反應，都是那個習氣反應。比方說三思而後行，其實三思而後行就是給你這樣一個時間和空間，把那個習氣按下去，把良知展現出來。那第二個原子時刻就鬆開說我正確的那個瞬間，因為什麼時候？你那個習氣要出來，我是正確的，我那個時候其實就是那個習氣，我是正確的，往往都是這樣，別人都是錯的，就是我是正確的。那你永遠站在自己的立場上，我這塊是正確的，和自己有一點不一樣的，那就是錯的。生活中很多矛盾往往都是這麼形成的。為什麼要吵架？為什麼要爭吵啊？爭吵的意思就是我對你錯，你得按照我的來。但你就正確嗎？真的就正確嗎？那真的是不一定啊。這是第二個原則。第三個原則就是這個念頭一出現的時候，有人認同了某念頭，我想的是就好像就是那個念頭不是我。當然也有人說有沒有我？當然是有我了。但是我們講的意思，你對那個我，你不能去執着於它。當然如果從本質上看的話，那我真的是就是虛無的。但在生活當中，你又必須要有一個我的角色，但是你內在也有一個深深的自我。平常我們說的這個我，它其實意思是在不同的場合，它那個意思也是不完全一樣，我想大家都能夠理解的。就生活中你那個我太多了啊，什麼都是我，什麼都是我，那你肯定問題就出來的越來越多了。還說我是一切的根源，這個一點都不差的，一點都不差。為什麼有問題啊？他說我了嘛，我不滿意了嘛，我怎麼樣了嘛，我感覺你看都在這個我這個地方。如果說你能夠從你內心深處把那我淡一些，那自我沒那麼重，不太執着那個我，那很多問題就鬆開了。因為問題是誰的問題？是我的問題。這我一鬆開了，那問題也就鬆開了，問題也鬆開了。所以今天呢，正好我們要講這個話題啊，就是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。這個話題之前我們講過，但不是在這公眾號，就是原來我們直播的時候講，大家有機會應該會有，我記得是講過這樣一個話題哈。那我們再說一下這個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。正好我們講了這個讓呼吸，這個讓的智慧之後，我們再去講這個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。大家注意啊，這不是一句話，不單純的一句話，它真的是一種生命的一種實證。我相信張建峰同學他在高鐵上可能也就有這樣一種感受，才分享這樣一段話給我啊。就是說你沒有，我們想讓呼吸，想讓，你得真正的讓一次，真正的讓。這個讓不是說不是那麼徹底的讓，要真正徹底的讓。這個徹底的讓是什麼呢？就是不是努力，也不是控制，不是說我要入境，而是什麼？徹底的鬆開手，就讓呼吸自己來，讓身體自己待着，就讓那個往外跑被抓着6根往外跑那個我把它鬆開了。這個前幾天我們在鍛鍊的時候，請你
這麼練過講過啊。就平時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就作為六根嘛，就像6條什麼鏈條一樣，像個鏈條一樣，一頭拴着外面的色聲香味觸法，另一頭拴着我们的心。那个我牽着它跑啊跑啊跑，往外拽往外拽，一直是往外拽。你從早晨一睜開眼睛，它就是往外走，人的精就是往外散的。幾乎每個人都是這樣，精神往外走。那眼睛追逐着各種畫面，生活中的畫面，現在呢更來畫面了，手機上的畫面，有人一盯可以盯1-2小時。耳朵喲聽着被聲音牽着走，鼻子被味道牽着走，舌頭被滋味牽着走，身體被各種感覺觸感牽着走。但思想意識呢被各種念頭攀援着，所以你被牽着到外面的這個花花世界，你認為這是在活着，其實什麼？你被外境瓜分，真的像四分五裂五馬分屍一樣。生活中我相信很多人有過這種感受，哎呀，每天散亂到各個地方去之後，各個地方精神得不到安寧，精氣神真的散成一片，收不回來。而我上課我們鍛鍊就講說，當你讓呼吸的時候，就真正那個我的抓取一瞬間鬆開了，就好像哎呀睡着了，恍惚了，那個我一下沒勁兒，鬆開了。你看這個我拽了6個鏈條，往外拽，突然一鬆開，鏈條回來了，斷了。但這個斷不是正斷的，也不是剪斷的，就是你不再用力拽他們的時候，他們失去了着力點，是吧？像彈簧一樣，眼耳鼻被拉得很長，突然縮回來了，復歸其位呀，它本來應該在的位置。就那一刻大家注意你真有這種感覺，你感覺自己和整個社會、整個世界所有的人造的這一切斷開了鏈接。就像之前我曾經講過，戰爭反正一戰的時候，就好像切斷所有跟社會的鏈接，也切斷了。但這個呢，它不是逃避，也不是厭世，是一種自然必然的回溯。平常往外走，現在得回來。平常意念眼睛盯着全外面，現在哎呀，我得把心帶回家。這並不是說我就不關心社會了，不關心他人了，就在這一剎那，我的精神要回歸我的生命活動，去體驗那個真正的愛。那你睜開眼睛來到社會當中，才能夠更好的服務社會。就你真正懂得愛是什麼，才能更好的去愛別人嘛。它是一種很自然必然的一種回縮，就是你把它回縮進來之後，大家注意還用這樣一個詞兒，就是你真正進入一種與世隔絕的狀態，或者一進入無人之境。我記得之前也分享過這種狀態。曾經有一次有一個同學跟我說，哎呀，說老師真的好像我進入一種與世隔絕的狀態。有人可能會覺得這是不是一種詞的形容來說明這種，真的不是。這種狀態我過去曾經講過就是有很多做體育運動的，你比如馬拉松，你即使你不是馬拉松，你長跑到10公里以上，是20公里這樣的一種狀態的時候，可能2-3公里你可能達不到這種狀態，你跑多，你也不追求速度，你就是追求按照這個節奏，當然在這個路上你就因為這一個動作反復重複，這不就集中專一了嗎？到最後你身體已經很累的時候，腦子裡沒那麼多想法的時候，很多長跑運動員都有過這種感受。我見過一個採訪講長跑員都有過類似的感受。為什麼很多跑長跑的人上癮啊？他跑得舒服，突然覺得你進入那種狀態之後就好像這個世界你進入無人之境，與世隔絕了。你雖然知道外面前面有人跑，後面周圍有人跑，周圍有人好像在呼喊，可是你跟他不是一個世界。
你進入一種無人之境的那种感觉，与世隔絕的感觉。当你锻炼打坐进入很好安静状态，也会进入这种状态。生活中那个跑步，它是这样一种运动，进入那种状态，进入那种状态。那种状态可不是说一个词儿一个形容，你必须去实实在在的修，实实在在的练。你往那一站桩也是可以，突然进入一种状态。但有的时候啊，是很突然之间，很自然的。你在公交车上，你这烟，突然之间，哇，你觉得和整个世界隔開了。有人就有過这種類似這樣的感受，在車上，突然之間，說無意當中有真意，說可遇而不可求，有的時候可遇不可求，進入一種狀態，就好像哎呀，你聽着周圍，比方說你旁邊還坐着人，周圍有人在說話，可那個說話的聲音啊，就好像很遠很遠似的。可其實你心裡也有一種覺知的，他就在旁邊，但是那個聲音好像被你屏蔽的老遠老遠的，老遠老遠那種感覺。你也說不清楚那種，就是哎呀，你跟他是隔着一個大的空間一樣，你不在一個頻道上，不在一個狀態裡，或者說不在一個維度裡，不在一個維度裡。就這個時候好像無人也無我，這無人之境啊，那真的是沒有別的人。當然這個時候你又不是體會到說沒有人，哎呀，說這個地方到一個沒有人很荒涼，不是這樣。它不是沒有人的荒涼，而是沒有人的造作。或者說那邊有人在操作，他對你沒有影響。你在這坐着，外面工地建樓當當當當在響，可是他平常可能你覺得哎呀，對你突然之間對你有影響。平常你進入那種狀態的時候，你知道在那當當，他對你沒有絲毫影響，就好像這個不在我的世界裡。他也沒有人的評判，說你評判你這好還是不好，沒有這種話，也沒有社會的標準，也沒有什麼應該或者不應該，它只有自然的造化，沒有人的造作，這個造化在那兒靜靜的運行。這無人之境，而更深的什麼是無我，就那個頭腦裡面喋喋不休的那個我，那個一直在說哎呀這個行不行，那個更好啊，或者是哎呀這個怎麼樣，我想要什麼東西，我行，那個我不見了。他不是說的那我壓在某地方，別你不准說話啊，不是這樣，還是你鬆開手之後，他自己消停，那個我退場了。就平常你身體裡面那個我到處都是我佔有着身體要幹事，現在這個我都他退出去了，自動的退出去了。這個我一退出去之後，身體裡面的氣血變化就不一樣了。平常有那個我在那兒，這個氣血是按照我是對它的影響的。這個我因為沒有我的影響之後，哇，整個氣血就不一樣了。就沒有的時候，你這種狀態你無法期待，有了你無法描述，就這種狀態，它不是你能想象得出來的。我想象它是什麼樣，不是想象出來的，它完全自然引動體內的變化，也不是你能複製的，說昨天這樣，我今天還來個這樣吧，不是，它就是什麼，就是來了，今天它就有這種狀態，明天可能是另外一種感覺，身體的變化，就你會發現啊，就是精氣神我講是全回來了，復歸其位。復歸其位的是什麼呢？
就好像是一個東西，但它又不是東西。說它不是東西，要罵人一樣，它不是個東西，它也沒有形狀。一般想東西嘛，总會有個形狀，有個體積，有個什麼，它也沒有顏色，它也沒有固定的位置，它就是一種存在的感覺，是一個什麼呢？哎呀，一个很完整的觉知。那如果具體形容它，就好像一团精气神。但这個精不是說你能看得見的那個精，也不是你能感覺到摸得到的那個氣，也不是能思考的那個神，它就是它自己一種獨立的清明的如如不動的存在。就那個神能，因為只有我才会在那叨叨，在那思考，我退啊回来，那個如如不動的存在，很清明獨立的這種獨立的這種存在，這就是獨。慎獨慎獨，要把它分開來，慎這個獨，謹慎保持這個獨立狀態。當然沒有人這麼解釋慎獨，但我好多年前這麼解釋，有人說你這不是亂解釋，其實我覺得不是亂解釋，你得實證這些中國文化這些詞兒，你才能真正知道它的含義。你不然的話，只能是從字面說是慎獨，只有慎獨是別人看不見的地方，別人聽不沒人監督的地方怎麼樣。但其實慎獨是個功夫，你首先得有這個獨，你才能去慎這個獨。你沒這個獨，你就慎不了這個獨。你怎麼就慎這個獨呢？它沒有，你怎麼看它呢？你只能是一般情況下的所謂那個慎獨的要求。說中庸裡為什麼講的君子戒慎乎其所不奪，恐懼乎其所不聞。說莫羨乎隱，莫顯乎微，故君子慎其獨也。那個東西，它你說它是沒有，它又有；你說它是顯出來，它又看不到，它又看不到。所以越是這種特殊的這種存在，你越是要謹慎的保持，要慎其獨也。你不然的話，你又不用，它就在那兒，你是手在這兒，你還用慎其獨也嗎？你還能去謹慎的說，你別跑了，別沒有了嗎？就那種東西，它是微恍微乎的這種狀態，像道一樣的這種狀態。越是這種狀態，你越是要謹慎的去對待它呀，對吧？你要是看得很清楚，你還用謹慎對待嗎？所以它真是一種實證的功夫狀態，不是一種道理上的理解。所以你真的說，就真的有那種狀態。這種狀態情況下，你稍微有雜念，那狀態就沒了。你只要跟雜念走了就沒了。當然，你有雜念，你對它有覺知，覺知有雜念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有時候腦子一亂，這狀態沒了，所以你要慎其獨也。所以我跟下面講說，這個獨常被解釋為是獨處，但其實不完全是獨處啊。獨處這個詞兒，那就有點把它淺白化了啊。當然也有這樣的意思啊，但在這裡它有更深的意義，它不是一個人待着，而是一種獨立的存在狀態。它就是一種存在，它不被外境牽走，不被念頭覆蓋，不被我佔據。那個獨是你內在的獨立的什麼覺知本身，它不依賴任何東西。說無聊，不用聊外面，它本身這個獨立，它就是一種完整的狀態，我還用聊外面嗎？我們講那個無聊也是這樣，說站樁進入無聊之境，不需要聊，依靠外面，我內在就是這個獨立狀態，不需要眼睛看他也知道，不需要耳朵聽他也明白，你不需要大腦思考，他本來就知，不學而能，不慮而知，他就那個兩知兩能那種狀態在裡面。它像什麼呢？就像我們平常我講過很多次過去一激靈，你一激靈的時候，有人能清楚的感覺到內在有個東西，那個靈，大家想是不是？那一清醒，
有没有這樣情況？自己出来了，說你嚇死我了，嚇死我了，哎呀，嚇得我灵魂出窍，太害怕，那个灵怕好像出去散了一样，你就很難受了。內在機靈一下，內在那個生命整體狀態，那不是想出來的，你想都有時候想不出來，它自己跳出來。被你一嚇之後，你的頭腦邏輯思維啪散亂之後，大家注意哈，你一害怕的時候，你邏輯思維，你的頭腦短暫之內一片空白，失去思考能力的時候，那個毒出來了，靈性出來了。為什麼叫一激靈呢？激靈就是刺激你那個靈了，激了那個靈。當頭棒喝也是這樣，那個靈給你出來了，那個獨立的覺知，獨立的靈敏，有了這個獨，你才能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。那你沒有這個獨，你只能是想象着到虛空，到體內，我想象着人天混化，和天地廣受天地之氣，那是那個想來的那個氣，那個氣的層次不是真正那個天地之氣，是你想和你那個想同頻的那個層次的氣。我說清楚意思沒有哈？你那個想不純淨，想不整體，那你得到的東西也不純淨，也不整體。說莊子說，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，而不傲溺於萬物。這六根縮回，我退場了，那個獨立的覺知顯現了，進入這種狀態。你不是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，你不是說我去練，我去怎麼樣，你就是天地精神的一部分。因為你那個時候，你那個狀態就是道的狀態，你不需要走出家門，也不需要跑到高山上登上高山，也不需要焚香在那禱告跪拜，你只是安靜的、完整的、獨立的與那個自己在一起，你就是那種狀態，你就是他，是你那個自己，你那個獨就是天地的縮影，你那個自己就是天地的縮影，那種狀態小可以很小，就好像你覺得他身體那種狀態，哇，大可以整個宇宙，大可以很大。說其小內其大，哇，真是它大可以很大。說你身上有山川有河流有星辰有四季，說你的一呼一吸與風的呼吸同步，你的一動一靜與地球的脈動共振。說與天地精神相往來，這個往來其實它不是你來我往，而是本來就不曾分開，它就是一個整體。說當你不再用眼耳鼻舌身意把自己割裂成碎片，沒有拉扯成碎片，當你不再被我的念頭所困，那個完整的獨立的覺知自然顯現。它一顯現你就知道知道什麼呢？你從未與天地分離，過去你只是忘了，或者是糊塗了。但你有那種狀態的你發現你這種狀態，它的狀態是一樣的，其小，真是小可以很小，大可以很大。那過去你怎麼樣呢？過去你腦子裡邊光是這個事兒那個事兒，貪嗔痴慢疑等等這些事兒，你把它給忘了，把真正那個整體忘了，把那個忘了。從讓呼吸到眼耳鼻舌身意這個回縮，從無我到慎獨，慎其獨，從這個獨到與天地精神相往來。注意這不是一條向外求索的路，而是一條什麼？向內回歸的路。我們曾經講過這樣的話題，好像是向內回歸的路。
說你不需要成为什麼，這个也说过啊，好像是你只需要剥落那些不是你的。你本来是独立的，可你添加了太多的东西在你身上，太多的包袱。说放下包袱，開動機器，出去講，說你只要放下那些不是你的那些東西，那個獨立的、清明的、與天地一起的你啊，它一直都在那。你不說我要成為什麼，我要怎麼樣，不需要這樣。你只需要把那些不是你的那個東西去掉。所以請大家繼續往前走。我還是那句話，不必要快，也不必要慢，就你自己有自己的節奏，不必跟別人比較，說哎呦他怎麼樣了，他怎麼樣，不必，也不必說我一定要追求一個所謂的境界，只需要在每一次呼吸中，輕輕的鬆開手，讓六根回縮，讓我退場，那個獨自己就顯現了。當它顯現的時候，你就會知道，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，不是所謂境界，而是回家。好，現在請大家坐好，安靜。安靜啊。大家就坐啊，也把它坐舒服了啊，不然的話，你坐一會兒之後就難受了。你看我在這個椅子上弄了個墊子，有時候就不太得勁兒。好了，大家坐好，調整坐好啊，就盡量減少一些外界的東西對你待會打坐靜坐的這種干擾啊，放鬆。你可以去感覺啊，比方睜開眼睛感覺眼睛看外面，耳朵聽外面，你的精氣神呢都在外面，外面都被我拉出去了。外面說你吧，要打坐或者要站着往那一站或者一坐，就那個我啪啦鬆開了，就好像一下鬆開，眼耳鼻舌身意啪回來。我相信很多人能有這種感覺，就一下東西回來了。也可以說平常講，哎，你老實了，這個你看剛才很囂張啊，剛才很張揚，現在一下好像老實了那種感覺，類似那麼種樣子，精氣神收回來了。這平常這個人說認慫了，就是認慫了，不在外面張揚，沒有絲毫的神氣在外面去取悅他人，回來了。你內在本身就有一個獨立的存在，我何必去取悅他人？那個我從面部肌肉上散開了，我退出去了，從眼球眼珠裡面出去了，從眼皮那兒出去了，從頭皮那兒出去了，從胳膊手上讓出去，從全身從內臟讓出去，
全部的精神精气神缩回來，上呼吸，让呼吸自然进行，自己进行。眼睛回来了，若有所看，那就看那個呼吸，觀呼吸。耳朵回來了，若有所聽，就那個聽息。全身的覺知回來了，若有所覺，便覺知呼吸。分散出去那個六根的功能，全部回縮於呼吸。坐在這兒，身體其他的部位一動都不動。古人講說，形如枯木，呆若木雞。前面講那個如風似壁，像風爐子一樣。外面一動不動，只有呼吸。和那個覺知一起，也可以說只有呼吸，涵養着內在的精氣神。肾其毒也。
那個覺知啊，呵護着呼吸，不離開它。那個呼吸呢，好像也呵護着那個覺知，就好像互相關愛，互相珍惜，慎其独也。聽息，觀息，覺息。
靜，安靜。好，現在啊，慢慢保持這個狀態，做受力。往这一站，你就是一棵樹，就更容易領會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，與天地之精氣神古人講是取天地之精以補我之精，取天地之氣以補我之氣，取天地之神以補我之神。那個獨啊，就是那個精氣神的凝練，沒有了我的阻擋，個人的精氣神，天地之精氣神，本來就是一個。精氣神自然的充盈，
靜，安靜，安會上來，身體慢慢直起，腳慢慢合攏，手緩緩下落，自然下垂。敞開心胸，張開懷抱，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。就你感覺自己的精氣神，那個愛和天地之精氣神是一個。不是你來我往，而就是一個。啟稟天地之精氣神，就是你的精氣神。就似乎整個虛空都是你的丹田。肩膀，到头頂上方，定留一個呼吸者，慢慢下。額頭、面、頸項、胸、腹、小腹、富貴嬰兒。
兩手敷於足面，下上提，下上提，下上提，轉掌，頸腿的後側向上，是命门。沿腿的後側向下，富貴嬰兒，與天地精神相往來。兩手敷於足面，下上提，下上提，下上提，轉掌，頸腿的內側慢慢上升，老肚臍，兩手重疊在肚臍上，靜養，靜養，養靜，這個靜的狀態也需要養。你發現這個靜它不單只在丹田裡，這個靜充斥整個虛空。真的，虛空就是你的丹田，虛空的精氣神就是你的精氣神。只要體會到那種獨立的狀態，那種如入無人之境、與世隔絕的狀態，靜養，養靜，你是獨立的，但不是封閉的，而是開放的，和整個天地的精氣神合一的。
家再靜靜的養一養。今天分享鍛鍊到這兒，謝謝大家。